300块的万代 SHF 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去对比60块的中动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这两款欧布重光形态的可动人偶价格相差了5倍，该怎么选呢 ？Hello， 我是时代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想到啥对比啥系列。这不知不觉间啊，欧布奥特曼都已经10周年了。来，评论区或者弹幕上一人一句洪凯的台词，让我看看有多少像我一样喜欢欧布的。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做一个欧布重光形态中动对比万代 SHF 的视频。行啊，我先来声明一下，本期视频只是图一乐，说出的所有话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，纯主观分享。大家有任何不同的想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里面友好讨论。那么就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外包装吧。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中动的外包装吧。SHF 外包装的正面是一个半开窗的设计，中动的侧面还是有烫银字样的呢。这两款包装的背面都是产品的各种 pose 图。SHF 外包装的打开方式直接就这样搂开来就可以了，所有内容物都在这个吸塑包装里面了。中动的外包装是这样从侧边打开的，它是做了一个磁吸的设计，第一层是欧布重光的主体，第二层是配件，最后的第3层是地台支架。现在拿出这两款模型的主体放在转盘上，给大家360度展示一下。SHF 欧布重光形态属于 SHF 奥特曼系列比较早期的产品，所以说 SHF 的身形比例做的没有现在的 SHF 那么好，特别是欧布重光它这个腿型啊 ，SHF 做的都打不直。在身形比例上面，我是更喜欢中动一些的。中动和 SHF 的大小呢，中动是比 SHF 的比例更大的，不过这个中动的脖子我感觉做的太长了。现在来拉近镜头，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两款的头雕做的怎么样。这款新生代知新版本的 SHF 欧布重光形态的头雕做的还是挺对位的哈。中动的这颗头雕呢，给我的感觉眼睛做的太大了，脸好像也长了一点。这两款的头雕从侧面看上去也是 SHF 更帅啊，中动头上的尖好像都短了一点，从下面看就是这个效果了。可以看到中动的眼睛和胸灯呢跟4了一样啊，因为中动的奥特曼是可以发光的。装好电池后，用我左手边这个磁石去触碰就可以了。中动亮起来之后的颜值提升还是非常多的吧。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中动做的这个欧布胸灯啊，发色不但正，而且还不怎么漏光。再用磁石触碰一下，可以让它闪红灯，闪红灯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。再次触碰一下，可以让它熄灭，眼灯也是一样的。SHF 切换为红灯需要通过替换键来实现，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SHF 的这个胸灯还是非常松的，挺容易掉。装好红灯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。SHF 的这个红灯是偏粉的感觉，给大家来看一下可动性吧。先和大家说一下呀，我手里这个欧布重光 SHF 应该算是中奖了。我手头上这一只的脖子是歪的，泡了热水也没用，它这个装位就是歪的，这也就导致了从正面看上去它这个头就是歪的，抬头低头的幅度是 SHF 来的更大的。中动这一款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啊，左右转头这两款的幅度都还是挺大的。SHF 的肩甲有一定范围的上下活动，中动完全是固定死的造型。这个欧布重光的肩甲是硬塑料，如果说是一些新出的 SHF 肩甲肯定是会用到软胶的。手臂平举的幅度这两款是差不多的，屈手幅度也是一样的。中动在背后这里会有一大段的外拉， SHF 有，但是非常的小。胸腰部分的可动性这两款都是差不多的。SHF 的胯部是淡淡胯，属于是 SHF 系列比较早期的设计。中动的胯部是有一段下拉的， SHF 则是完全没有的。但是中动的这个胯部啊，你要是摆出一些幅度很大的踢腿姿势啥的，胯部的断层感会非常明显， SHF 就没有这种毛病。前踢的幅度是 SHF 的更好，但是后踢的幅度 SHF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，中动有一点点。屈膝的幅度这两款都是差不多的，这两款的脚部都是可以360度的去旋转的，并且脚尖也是有一段上翘的。SHF 的脚部可以这样自由的去左撇右撇，上下去掰都是可以的，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中动嘛完全不行啊。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两款的配件量。首先是这右边的 SHF 的所有配件，一个红灯替换键，4对替换造型手，一个斯拍里奥光线特效键。然后来看到左边中动欧布的所有配件，一个斯拍里奥光线的特效键，还有个支撑光线的支架，一个斯拍里奥光轮的特效键。手型是要比 SHF 少的，只给了2对。最后是地台支架。给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款都有的斯拍里奥光线特效键，上面的是 SHF， 下面的是中动的。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中动的吧。中动的这个光线表现效果真的一言难尽啊，一点都不通透，上面还缠绕了一圈紫色。而 SHF 的表现效果我认为就好看多了，比较的自然一些吧，上面还有渐变色。那其实中动的这个光线特效键啊，还有其他东西需要装上去，一个塑料片圆环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是一整个胳膊。没错，这款中动的欧布替换光线特效键需要换下来一整个胳膊，给这个中动的欧布奥特曼替换上光线特效键的效果就是这样了，能给一个圆环的特效还是非常棒的呀。但是你可以发现这款中动的欧布重光摆出的姿势是一个摇形的手势，斯拍里奥光线的手势应该是一个十字形的，这还真不是我乱摆的，它这个官图就是这样的。这中动我也是无语了，能不能上点心啊？
中洞的这个支撑光线的支架其实不用也可以，中洞的这款欧布重光也能立得住。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中洞这个斯派利奥光轮的特效键，它是连接着手型的，挺通透的一个小特效键。给人偶贴完好之后就是这个效果了。那我需要提一点的是啊 ，SHF 的欧布重光形态其实也是有光轮特效键的，但是是出版的 SHF 欧布重光形态。我手里这支 SHF 欧布重光形态是新生代之星版本的，新生代之星版本的欧布重光是没有光轮特效键的。你要问我出版和新生代之星版本推荐买哪个，我肯定是推荐新生代之星版本的，因为玩具嘛，买新不买旧啊。新生代之星版本是有修复过头雕的哈。最后给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中洞的地台支架，地台上面是有一个欧布的奥特签名的，地台上面的支架是有一定的可动范围的。地台上的这个磁石就是我刚才用来点亮人偶用的磁石啦。地台的左边是还有一个支架插着欧布圆环的，没错呀，这60块钱的中洞还给你安排了一个小比例的欧布圆环，而且上面的涂装也非常不错。行啊，都看到这里了，你会发现中洞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啊，该有的都有，无非就是可动性差了一点。最关键的是中洞它只卖60，性价比还是非常可以的。那这卖300的 SHF 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呢，算是 SHF 奥特曼系列比较早期的产品啊。这新生代之星版本也只是变相的一个再版，也就修了个头雕，老素体还是没有动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个老素体啊，导致它的身形比例不是那么的美观，可动性也很一般。最关键的是它卖300的全新啊，你说这300块都能买很多比它好的 SHF 了。所以说啊，这款 SHF 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欧布重光这个形态呢，我是不推荐入手的。最后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各位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谢谢大家。